接下来我们就要钩织第3圈了。每一圈开始之前都要做一个起立针，钩一个线圈，穿过这个线，这我们的起立针就做好了。第3圈就是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一共重复6组。我们先从第一个孔位去钩一个短针，这里有一个扣子，所以说钩起来比较会挡住，会很碍事。然后钩过来，再去钩完这一个短针。钩完短针之后，我们现在要钩加针，就是在下一个孔，一个短针一个加针为一组嘛。然后我们下一个孔位就在这里，这是我们刚刚钩的。然后下一个就是这个位置，有2根线，一个 V 字。再来一次。OK， 我们一共钩了3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一个加针代表2个短针，一共3针。然后就是1、2、1、2，重复钩完一整圈。然后第3圈的过程我们就跳过了，以此类推去钩就 OK 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剩最后2个孔位了，这是倒数第2个，然后标记的是倒数第1个。我们继续钩一个短针，钩一个加针，把它钩完。然后把这个标记扣在最后一个这里。OK， 这样我们第3圈就钩完了。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个引拔针，把它们连接在一起。这样我们的第3圈就完成了。第3圈完成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做第4圈，先要做一个起立针。然后我们的第4圈到第7圈，就是4、5、6、7这4圈，我们都是钩织18个短针，从第一个孔位去做第一个短针。做完了之后，把这个取下来，扣上去。你也可以做到一半的时候扣上。然后我们在第2个孔位、第3个孔位、第4个孔位，一直一整圈都是做一个短针，不加也不减。然后这一圈的钩织方法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跳过了。OK， 第4圈已经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它会这样凹起来，我们做的时候要翻过去，让它凹向那一边，因为这一边的纹路会好看一点。凹过去，然后继续缝制第5圈、第6圈、第7圈。然后它们的缝制方法跟我们第4圈是一模一样的，一直缝制到第7圈，都是18个短针。这里有2点需要说明一下。第一点就是起立针，这是我们上一圈的最后一针，这是我们新的一圈的第1针。然后我们中间其实是有2针的，有一针我们看不到，就是右边这一针，它是属于引拔针，然后拉得比较紧，所以看不到。左边这一针的话，它是起立针。然后起立针就是每一圈新开始之前，我们都要做一个起立针，相当于开了一个头，然后再去做新的一圈，这样就会比较规整。如果你不做起立针的话，做出来就会美观度稍微差一些。第2种情况就是我们在钩织过程中出现的，我们这个棉线它是几股线揉在一起的，可以看到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钩线的时候会少钩或者多钩，然后会出现一些问题。我现在这里演示一下，比如说我们要钩一个短针，从这里穿过去，然后钩一个线过来，然后再钩一个线圈，穿过这2个线圈的时候，把这一个线圈其中的一股线勾住了，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试一下，比如说我把这股线勾到了，好，然后我们就突然拉不动，你看这边我已经是松的，但是我还是拉不动，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我们勾到了不该勾的线，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退回去，重新去勾，验证它到底有没有勾对。我们只要把这只手松掉，然后这只手去拉，它是可以拉动的，说明就没有问题。现在我们第7圈也钩织完了，我们来数一下：第1圈、第2圈、第3圈、第4圈、第5圈、第6圈、第7圈。接下来我们钩织第8圈。第8圈与我们第3圈类似，第3圈的后面是一个加针 V， 第8圈的后面是一个减针 A。我们现在来钩织第8圈，短针加减针，钩织6组。先钩一个起立针，接下来钩一个短针，要给它们做好标记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做减针了。减针的话，我们就是要从下一个孔位去开始做减针，然后下一个孔位钩一个线圈，再从下一个孔位再钩一个线圈，看到没有？这是第2个孔位，这是第3个孔位，各钩了一个线圈出来，然后再钩一个线圈穿过这3个线圈，然后我们的减针就钩完了。第1个标记的是短针，第2个
是减针，看到没有，2个 V， 所以我们一共占用了3个孔位，但是勾出来的只有2个孔位，所以减针的意思就是把2个变成1个，而第3圈的时候，我们的加针就是把1个变成2个，在1个孔位去勾2个短针。我们再来试一下，勾一个短针，再勾一个减针，下一个孔位勾一个线圈，再在下一个孔位勾另一个线圈，然后再勾一个线圈，穿过这3个线圈，这样我们的减针就勾好了。然后一整圈我们都是这样，一个短针一个减针，一个短针一个减针，钩织完过程的话我们就跳过了。第8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要钩织第9圈，第9圈就是花瓣的部分，一共有6朵花瓣，每一朵花瓣占2个孔位。可以看一下第9圈，每一个花瓣占2个孔位。第一个孔位就是勾一个短针，勾一个中长针，再勾一个长针。第2个孔位是勾一个长针，勾一个中长针，勾一个短针，一共重复6组。它们的关系就是上下，像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再勾一个长针就上去了，然后再下来，下来就是勾一个长针，再勾一个中长针，再勾一个短针，它就下去了，这就是1组。然后我们一共要钩织6组，先勾一个起立针，再在第1个孔位勾一个短针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标记取下来挂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还要在同样的这一个孔位去勾一个中长针。中长针的钩法就是我们先要绕一圈线，然后再去这个孔位穿过去，再绕一个线圈过来，让我们的钩针上面有3个线圈，然后我们再勾一个线圈穿过这3个线圈，这就是我们的中长针。然后我们还要在这个孔位去勾一个长针，也是同样绕一个线圈，从这里穿过去，再勾一个线圈过来，让我们的钩针上面有3个线圈。到这一步其实跟我们的中长针是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们要绕一个线圈，穿过前2个线圈，然后再穿过后2个线圈，这就是我们的长针，就是比中长针多了一个步骤。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，我们现在要下去，就是一个花瓣的样子，要上来然后下去。下去的时候就换到了下一个孔位，然后勾一个长针，先勾一个线圈，穿过下一个孔位，然后再勾一个线圈过来，然后再勾一个线圈穿过前面2个线圈，再勾一个线圈穿过后面2个线圈，这样我们的长针就勾好了。再勾一个中长针，绕一圈穿过去，勾一个线圈过来，然后再勾一个线圈穿过这3个线圈，这就是我们的中长针。最后我们还要勾一个短针，短针就直接过去绕过来，然后勾一个线圈穿过这2个线圈，这样我们的一个花瓣就做好了，它就有一个起伏的感觉，就是有上去然后再下来。然后下一个花瓣也是如此，我们在下一个孔位先勾一个短针，因为现在又开始新的一轮上下了，然后再勾一个中长针，再勾一个长针，穿过前面2个，再穿过后面2个，现在已经起了，我们现在要下去，在下一个孔位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再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再勾一个短针。OK， 现在我们2个花瓣就已经勾完了，可以看到2个花瓣，然后后面还有4个花瓣，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去钩织完。现在我们的花瓣已经钩织完了，一共6片，然后因为是最后一圈，所以我们就不做标记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引拔针，与这里开头的第1针引拔在一起。在引拔之前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取下来，然后记住这个孔位就好了，因为不然的话它会比较碍事。然后拉紧，这样我们的第9圈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要给它剪断，剪断了之后，把这个拉过来，拉过来之后，我们的线头要给它藏起来，我们就顺势的把钩针从这里勾过去，然后把它勾到后面来，
就这样以此类推的去把线缠几次就 OK 了。最后我们在里面把线给它剪断，这样我们的花就完成了。我做的这个是比较松的，比较松散的，因为做松一点的话，它的针目看得清楚一些。如果你做熟的话，可以把它做小一点，做细一点，然后会比较紧实一些。这个视频来做铃兰花的叶子，先来起线，把我们线往小指绕2圈，然后搭在食指上面，再从中指绕1圈，把这个线圈拿出来，用手按住，然后用钩针从下面入针，一定是下面入针，不要从上面入针。下面入针，然后勾一个线圈过来，然后把这根线拉紧，这样我们的起针就起好了。起好针，我们就要勾23个锁针，把钩针勾一个线圈，顺势往下勾过来，这就是1个锁针，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 ，OK， 一共要钩织23个。可以看到，每一个锁针勾完之后，它有点像 Y 或者像 V， 这一个不算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每一个左右两边都有一根线。现在23个锁针已经勾完了，因为它有点像辫子，所以锁针也叫辫子针。然后接下来我们钩织左半边的叶子，我们要从倒数第2个锁针左边的这一条线去钩短针，把钩针从倒数第2左边的线穿过去这条线，然后勾一个线圈过来，然后再勾一个线圈，这样我们第1个短针就勾好了。勾好之后，要给它做一个标记，然后继续做一个中长针。中长针就是在下一个孔位，这是我们刚刚勾短针的位置。下一个孔位就是倒数第3左边的这一个线去勾。我们要先绕1圈，然后从这里入针，再勾一个线圈过来，然后用手捏住，勾一个线圈，穿过这3个线圈，这就是一个中长针。接下来我们要钩织17个长针，这里还是要强调一遍，我们要从下一个孔位去入针，勾一个线圈，穿过这个孔位，然后再勾一个线圈过来，用手捏住，这样比较好勾一些。勾一个线圈，穿过前2个，再勾一个线圈，穿过后2个，这样我们的长针就勾完了。在钩织过程有一个地方比较容易出错，这里演示一下。我们来勾下一个长针，勾一个线圈，然后从下一个孔进去，再勾一个线圈，从这里出来。可以看到我们中间的这一个线圈它是偏厚的，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勾线圈的时候用中指跟拇指这样给它捏过来，它是往后的嘛，然后我们捏过来会好一些。如果我们不捏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给大家试一下，勾一个线圈穿过来的时候很容易勾到中间这个线圈，比如像这样，很容易把中间的线圈勾到，然后我们就勾不过来了。我们把它放出来，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中间的线圈也把它一并勾到了，所以这就是容易出错的部分。OK， 我们再勾一个正确的长针，绕一个线圈，穿过这个孔位，然后捏正确，然后再勾一个线圈，穿过前2个，然后勾一个线圈，穿过后2个，这样我们的长针就勾好了。然后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入针的位置，比如说刚刚勾完了这个长针，我们很容易以为下一个孔就是从这里勾，其实不是这里勾。这里是我们刚刚勾长针的位置，我们下一针是从这个位置，就是把下一个锁针的左半边挑起来去钩织，所以这一点也需要注意。然后我们已经勾了2个长针了，接下来还要勾15个长针，过程我们就先跳过了。现在17个长针已经勾完了，然后最后还剩3个锁针，然后我们要在第1个勾中长针，第2个勾短针，就与我们最开始这里对应，勾一个中长针。然后再勾一个短针，这样我们左边的叶子，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左边的叶子已经勾完了。然后最后这里还剩下1个锁针，这一个锁针就是要来转弯用的，要转到这一边。转过去的方法就是从最后1个锁针这里起一个短针，然后再勾2个锁针，再从这里同样的孔位去勾一个短针，这样我们就完全转过来了。我们可以试一下。从最后1个锁针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勾2个锁针，
然后转过来，继续从钩短针的这个孔位入针，钩一个短针。OK， 这样我们就转过来了，然后继续钩右边的叶子。我们入针的孔位就跟左边入针的孔位是对应的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刚刚钩左边叶子的时候，我们是从锁针左半边的线去挑起来入针的，然后右半边我们也是跟它一样，同样的孔位去挑右半边的线去钩。这里拿这个锁针去举个例子，我们刚刚是从这个孔位入针，挑左半边的线，然后把这一边钩完了。现在我们要钩这边，就是也是同样的孔位去挑右半边的线去钩。当然它是有点区别的，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里上，但是我们不用理它，我们就从左边钩织入针对应的孔位去入针，把这一边钩完就行了。刚刚我们这里左边做了一个短针，做了2个锁针，然后转过来之后也做了一个短针，然后我们转弯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要把右边这半边的叶子也做好，就是一个短针一个中长针，17个长针，然后再一个中长针一个短针，这边就做好了，跟这边是对称的。从对应的孔位去入针钩制。先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接下来钩17个长针，最后再钩一个中长针、短针，然后我们这一边也做完了。过程的话我们就跳过了。这半边做完之后，接下来要与第一针去做引拔，穿过来。然后再穿过去，给它们首尾连接在一起。这样我们叶子的第1圈就做完了。接下来做第2圈，做第2圈我们要把定型的铁丝给加进去，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先钩一个起立针，在第2圈开始前。然后我们第2圈就是依次的去钩织短针。钩织完1整圈，我们先钩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标记的这个位置去钩短针。OK， 然后我们第1圈的第1针，我们把它取下来，扣到第2圈的第1针的位置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依次的按照孔位去钩织短针。我们的孔位就是在这个 V 字或者 Y 字里面去入针，比如说这里、这里、这里。然后钩织的时候，我们的定型铁丝要被压在里面。我们钩几针试一下，这里是我们刚刚入针的位置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去下一个孔入针，铁丝压在里面去钩织短针，然后继续，我们1整圈都是这样去钩织，只是钩织到最后这里的时候有点不一样，然后这里的过程我们就先跳过了。我们短针钩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有点不一样，我们下一个入针是从这里去入针，意思就是在这2个锁针之间去入针。因为我们上一圈这个位置是钩了一个短针，钩了2个锁针，再钩一个短针，意思它要转一个弯嘛。然后我们钩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入针就在2个锁针中间去入针，意思就是这条中线的中间这里去入针就可以了。然后后面的话还是依次的去按照每一个 Y 或者是每一个 V 里面去入针。还有就是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定型铁丝的长度，如果这边太短，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拉一点点过来，给它们差不多平均的分配。现在第2圈的短针我们也钩织完了，钩织到这个位置我们就停止了，就这里是中线，中线的最后一个位置钩完我们就停止。这个线是我们上一圈去钩引拔针的线，所以我们就不穿了。然后钩织完之后，我们再与第2圈的第1针去做一个引拔。我们从这里，我们从第1针穿过去，然后引拔过来。把线拉紧，上面引拔之后，我们还要去下面再引拔一次，再钩一个线圈，穿过来，给它引拔2次，然后我们这个叶子就钩织完了。我们这一根线的话，可以往叶子中间长2次，给它缠起来。可以从这里穿过去，穿下来，然后从这里剪断即可。
这样我们的叶子就做好了。